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球员矩阵。这个矩阵是我自己想的，灵感来自于波士顿矩阵，是波士顿咨询公司用来帮助企业进行资源分配、战略管理的分析工具。现实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用这种分析方法分析，无论是投资也好、恋爱也好，还是性格分析也好总之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有机会可以给大家详细讲解。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2×2的矩阵，横轴代表球员能力，往右边是能力高，往左边是能力低。纵轴代表球员的剩余价值，往上是高，往下是低。球员能力很好理解，剩余价值呢有2方面决定，一方面是球员未来的发展潜力，2方面是球员的年龄，也就是看他还剩多少年的职业生涯。那么这个矩阵就分出了4块，咱们先看左上角这一块，指的是当前能力低，剩余价值高。那么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了，这就是有潜力的小球员，也叫彩票，玩 FM 的会叫小妖。小妖们的未来都有着漫长的职业生涯，只不过小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可能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伤病、药检、和主教练吵架、被女友告、被网红告等等等等。总之，小妖的潜力兑现是很不确定的，所以他们的剩余价值也要打个折扣。随着小妖逐渐兑现自己的潜力，也就是长球了，那他们未来的剩余价值就会逐渐明朗化。慢慢的呢，他们的当前能力逐渐升高，就来到了右上角这一块。右上角这一块是高能力高剩余价值，我们叫明星。随着明星渐渐衰老，因为剩余的职业生涯有限，它的剩余价值也会随之下降，毕竟打一年少一年。那么当球星逐渐移动到右下角，他就进入到了自己的生涯中后期。虽然他还能够给球队做出极大的贡献，但是他剩余的价值已经不多，球队也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他们往往是球队的老大哥，起到了传帮带的作用。他们在场上能带动全队踢得更好，就像是球队的奶妈，也有点像小球员的老师。一说到奶妈老师，我不知道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反正我就想到了人称一哭二闹三上优雅的三上老师在找合适的三上老师的图的时候呢，我有些沉迷，极大程度的耽误了视频的制作，罪过。好，那么各位稍等一下，我来把我的头像移动一下，我们离三上老师近一点好嘞好，那么言归正传，各位不要觉得奶妈呢只是简单的过了气的明星。比如说我们看三上老师他虽然身体素质、耐力和对比赛的激情都比不上年轻的明星了，但是他在比赛中融入了更多的经验和技巧。三上老师的比赛少了他年轻时候的横冲直撞，但是却多了成熟之后的游刃有余。同样的还有我们的摩德里奇老师、大乔老师和克罗斯老师等等，比赛正因为有他们才更精彩。那么关于奶妈的看法呢，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点到即止，欢迎朋友们在弹幕和评论里一起交流。最后呢，当球员到了生涯末期，不仅剩余价值所剩无几，因为伤病也好，状态也好，当前的能力也一路下滑。这个球员来到了左下角的框，看了前一期年龄歧视的视频的朋友都知道，绝大部分人像胖叔，人到中年，体力、耐力、持久力都会大幅下滑，竞技状态今非昔比，受到球队和太太的嫌弃，进入了清理的名单。所以这个模块呢，我们就叫清理区。那么我们看一个理想的情况下，如果我是一个球员，我首先作为明日之星加入球队，随着年龄增长进步，作为主力进入了黄金时期，成为了球队的明星。在过了巅峰期之后，慢慢就过渡成为了球队的奶妈，发挥余热几年，慢慢的进入了清理区，退役也好，转会也罢，体面落幕，完成了自己的生涯曲线。那么胖叔想再补充几点第一点就是关于能力。美式橄榄球有种说法叫做一个球员最大的能力就是他能上场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衡量球员能力的方法就是看球员一个赛季能上场多少时间。比如卡塞米罗在皇马和曼联一赛季都是踢4000分钟，他能上场，一是体现了他的技战术能力，说明教练信任他；二呢，也是体现了他不受伤，没有场外因素，没有红牌停赛，很职业，能自律保持状态等等的综合能力。而比如瓦拉内呢，他上场的时候在曼联就是定海神针，能力没得说，关键是他在曼联平均一赛季只能踢2500分钟，也就是要比卡塞米罗一赛季少整整1500分钟，大概17场比赛。那我就不得不说，瓦拉内的能力在这个矩阵里就是要打点折扣。另外呢，就是我要解释一下关于明星这个命名呢，容易有歧义。我这里的明星不是指传统意义上流量大的明星，说到明星呢，就大家都会想到像梅西C 罗但是有一些球员呢，比如曼城的鲁本迪亚斯，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能力，兑现了大部分的潜力。然而他才26岁，他作为中后卫还有很多年高光的职业生涯，大家可以期待。所以是属于
剩余价值也相当高的这种情况。那在这个情况里，鲁本迪亚斯就是这个矩阵中典型的明星。在了解了矩阵之后呢，我们来想象一下，假如把球队的球员按照能力和剩余价值分布于这个矩阵，我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一个球队的现在和未来。一个合理的球队呢，应该尽量聚集更多的球员在 A 区间，确保成绩，然后呢，再营造一个健康的足球环境，让更多的彩票可以通过这个 B 通道来到明星区，逐渐成为明星。最后是合理的清理，获得转会资金，购买更多的优秀球员到 A 区间，保证成绩，同时呢，也给彩票兑现潜力的机会，确保球队的换血。那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上赛季的三冠王曼城。这里是我大概通过曼城球员上赛季的出场时间以及球员的年龄做出的相对排列，不能说是完全精确，时间有限呢，为了简化，我没有把所有的球员都放进来，像阿坎吉啊和阿科啊都不在其中。由于球员太多，我甚至连三上优亚都放不下了，更何况像阿坎吉和阿科呢？那么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我们现在一起来分析一下曼城的矩阵。首先第一点啊，绝大多数球员都在白框里，说明这是要出成绩的窗口。曼城呢也的确获得了三冠王。右上角我们就看到有哈兰德、罗德里、鲁本迪亚斯等。哈兰德、罗德里、鲁本迪亚斯是曼城的中轴线啊，而且年龄都在22到27岁之间的黄金年龄，所以我把他们放在高能力、高剩余价值的区间。大家注意啊，罗德里在哈兰德的右边，不代表我认为罗德里的能力比哈兰德强，只能说是他们都在这个区间，然后我怕哈兰德挡着罗德里的脸，所以要错一下位置。这里的所有排列都不是那么精确绝对的啊，只是要表达球员所在的相对区间。那么 B 席和斯通斯呢，也都在明星的区间，只不过他们因为年龄的原因呢，正在逐渐下滑，也许2-3年内呢就会过渡到奶妈区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德布劳内也在白框里，只不过呢，考虑到一方面德布劳内已经32岁了，另一方面他这2年的伤病也比较多，在我看来呢，他已经进入到了奶妈区，能力当然还在，也是球队的核心，但他剩下的油已经不如上面的几位了。第二点我们看到啊，就是有一些曼城的球员已经进入到了奶妈区，曼城需要考虑清理和换血了，像马赫雷斯、京多安、凯尔沃克和拉波尔特，有一部分是因为伤病，有一些呢是因为年纪，他们仍然在曼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上赛季的曼城三冠王的历程里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给球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稳固的基础。只不过他们很可能已经不再是曼城的未来了。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有3位已经在夏窗离开了曼城。最后美中不足的呢，就是曼城的这个团队彩票区有点寂寞，只有 Palmer 和戈麦斯，而阿尔瓦雷斯和福登2位啊，他们都是23岁，风华正茂，在我看来已经成功的从彩票区过渡到了明星区，是不是进入到了核心的这个白框里呢？各位就见仁见智了。我认为他们还在往白框的范围移动。一个佐证呢，就是去年他们各自的出场时间都在2600分钟左右，排名队内的第14和第15。所以在我看来，他们还没有正式上位。跟出场3500分钟的格拉利什以及4000分钟以上的哈兰德、罗德里们比，这2位还有更进一步的空间。不过呢，只要曼城维持在白框内的技战力，相信2位小将会一步一个脚印的成为球队的明星。那么曼城的下窗补强呢，针对性也很强。既然我们奶妈区走了3个，于是就补进了一个28熟男科瓦契奇，补充了一些流失的经验。再买入了25岁的努内斯，努内斯25岁当打之年，希望他能尽快融入白圈，增加核心竞争力。那么理想状态下，这个赛季福登和阿尔瓦雷斯会更加靠近白圈，渐渐的接过接力棒。而针对彩票较少的情况呢，曼城一口气买了2位高价的彩票，一个呢是格瓦，一个是多库，2位都是21岁。曼城刮彩票还是很准的，这2位小将也有望兑现潜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对比一下曼联。先来看看我们曼联上赛季的阵容啊，曼联的舰队呢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上赛季毕竟进了2个杯赛决赛，还拿了一个英超第3，只不过和曼城相比呢，我们白圈里的核心竞争能力还是显然少了一些。处在明星区的呢有拉什福德、逼哥、肖和马丁内斯，只不过肖已经28了，逼哥也29了，再过2年他俩可能也要过渡到奶妈区了。而我们的奶妈区呢，有来自我们皇马的扶贫双星卡塞米罗和瓦拉内啊。虽然我们前面提到啊，瓦拉内虽然比卡塞米罗还是要年轻1岁，不过他伤病太多，所以我把他的能力和剩余价值都放得比卡塞米罗要弱一点。然后我们半神半鬼的弗雷德呢，我就把他放在了白圈的线上，有时候在圈里，有时候在圈外。而我们半队长半替补的马奎呢，我就把他放在了清扫的线上。那我们看上面有个白色箭头啊，曼联有一大批人团聚在从彩票去往明星的道路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呢？这个跟曼城就很不一样啊。这一方面是因为曼联特别喜欢买年轻人，这个在我的上一期视频也分析过，而且曼联呢也喜欢提拔青训。
所以他的彩票区本来就人满为患。另一方面呢，在频繁的换帅之下，曼联呢不像曼城有着固定的打法和稳定的发展环境，很多年轻球员走两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这些年除了拉师傅，还没有哪个彩票真正进入了白圈核心区。那么为什么我不把这些人放在彩票区了呢？是因为这批人除了加纳乔以外啊，年纪都已经在23到26岁这个区间了，是该出成绩的时候了。他们再进不了白圈的话，他们的剩余价值就会越来越低，1-2年内呢，就可能开始要掉头慢慢的往清扫区这个方向走了，就有点像他们的前辈马夏尔，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么我们曼联的夏窗建队思路是什么呢？这个思路其实也很清晰，还是很有计划的啊。首先就是咱们白圈人少嘛，想要增加核心竞争力，所以我们买了芒特，买了奥纳纳，给了芒特7号，对吧？希望稳定住战绩。我们同时希望在战绩稳定的情况下，让这一大波彩票持续进步，最好呢是能够有一些进入到白圈附近。一切顺利的话呢，我们希望像安东尼啊、达洛特等人就可以有半只脚踏入白圈了。另外呢，我们还买了另一个彩票霍伊伦，以及本来准备复出的青木，他们也本应加入朝白圈移动的大军。按照这个矩阵看呢，目前来讲，曼联白圈内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差一些的，应该不像曼城一样能立刻出成绩。但是计划呢，就是在2-3年内让这一批彩票慢慢的进入白圈里，迎来一个争冠的窗口。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到了开赛呢，出了2个意外。一个意外呢，就是我们这批年轻人连续爆雷，桑乔、安东尼、格林伍德都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代表曼联上场了，除非他们各自的事情有转机。这3位的能力呢，我这里指的是能上场的能力啊，还有他们各自的剩余价值可能都不容乐观了。再有就是我们的新援融入困难，当初我们想得美啊，但是其实这些技战力也不是说你能即插即用的，要么呢，你可能像曼城、利物浦这一类主教练长期执教、战术稳定的球队，可能新援融入的会容易一些，要不然你可能像买凯恩、卡塞米罗这一种顶尖球星，他们的能力和球商都是出类拔萃的，也可能会让他们的融入容易一些。只不过现在呢，这2位不仅没怎么融入，芒特还受伤了。而其实除了曼城、曼联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建队思路，咱们可以用这个矩阵尝试的分析。比如说像皇马的银河建队时期，1年买一个超级巨星，就是要靠转会把矩阵的右上角堆满，保证竞争力。还有像阿贾克斯，他有很多的彩票，那么他就需要考虑买一些奶妈，帮忙把这些彩票兑现成为明星。不过呢，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多，就只能下次再聊了，谢谢大家。